欢迎收听显微镜下的理论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拆解一个常常点燃甜点爱好者战火的问题，就是那个白巧克力，它到底算不算是真正的巧克力？很多人直觉上就会想，它少了那个标志性的深棕色嘛，也没有我们一般想到巧克力会有的那种浓郁的风味。那这样它怎么还能算是巧克力呢？对，这就是反对方最主要的论点了。他们会说，白巧克力里面少了关键的可可固质，就是这些深色的、带一点点苦味的成分，才定义了牛奶巧克力跟黑巧克力的颜色，还有那个核心风味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那问题来了，如果它少了那个关键的风味来源，当初怎么会被叫做巧克力呢？这里是不是就要回到那个可可豆本身了？对，没错，关键就在可可豆。一颗可可豆经过加工处理之后啊，主要会分成两个部分。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可可固质，颜色比较深，味道比较苦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可可脂，这个颜色偏淡黄色，主要是脂肪，它贡献的是那种滑顺、入口即化的口感。OK，所以黑巧克力和牛奶巧克力是这两个部分都有用到，对，两者都用。但是白巧克力它就只用了可可脂这个部分，然后呢，再去混合糖、牛奶固形物，还有帮助成分融合的乳化剂，像大豆卵磷脂就很常见，可能还会加点香草之类的调味料。它等于是跳过了使用可可固质那一步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它真的是来自可可豆的一部分吗？但我听说后来好像游戏规则变了，现在有法律去规定了，是不是？主要也是为了确保品质啦，也避免有些厂商用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却取代那个很贵的可可脂。所以后来法规就介入了，像是美国的 FDA 在2002年就确立了标准，欧盟也有类似的规定。那规定了什么？规定说一个产品你必须含有至少20%的可可脂，还要加上一定比例的牛奶固形物跟乳脂，而且糖的含量也不能太高。达到这些标准，你才能够合法的在包装上标示说，我这个是白巧克力。哇，这有官方认证了。那这样这场辩论算是可以结束了吗？白巧克力最终到底算不算？如果我们很严格的从它的成分来源，就说它确实是来自可可豆的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再加上法规的定义来看，那答案是肯定的，它是。哦，那关于白巧克力好像还有一些蛮有趣的小故事哦。我听说大家普遍认为是瑞士的雀巢公司在1930年代好像是为了帮小孩子开发一种维生素药片的那个糖衣，结果意外发明了 Milky Bar。对，这段历史蛮有趣的。结论听起来就是基于它的成分来源是可可豆里面的可可脂，而且现在也有法律去定义它了，所以在技术层面上，白巧克力确实是巧克力家族的一份子。没错，希望今天的讨论有帮您解答一些心中的疑惑哦。好，那今天就谢谢您的参与，期待下次再跟您一起深入探讨。